为什么这个国家明明富得流油，却在短短几年内彻底崩塌？为什么老百姓宁愿忍受动荡，也要把这个印在钱上的男人赶下神坛？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张纸币能开口说话，他最想控诉的是什么呢？你看我手里这张伊朗里亚尔，面值是20。我们今天故事起点就是这张带着伤痕的纸币。如果你穿越回1975年的德黑兰，口袋里揣着这么一张20里亚尔，你会觉得自己是这个星球上幸福的一拨人。那时候的伊朗，满大街都是雪佛兰跑车，女孩子穿着巴黎同步的超短裙在大雪里走动，甚至美国人都羡慕这里的石油换来的真金白银。那时候这张纸币上的国王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他觉得自己不仅是伊朗的主人，还是2500年前波斯帝国的化身。他在纸币上印上上古文明的浮雕，是想告诉全世界，看，我把失落的辉煌找回来了。但历史爱开玩笑的就是，你越想在纸上证明什么，往往就越会失去什么。为什么这个国家明明富得流油，却在短短几年内彻底崩塌？为什么老百姓宁愿忍受动荡，也要把这个印在钱上的男人赶下神坛？更离谱的是，为什么新政权上台后，不直接把这些钱作废，而是费劲巴拉的在每个钱包里的国王脸上打上伊斯兰马赛克？我们先来看看这张纸币右边的这位帅哥，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如果当年有朋友圈，这位国王称得上是天才般的凡尔赛博主。他的发型永远梳成一丝不苟的背头，苍蝇飞上去估计都得打滑。那身帅气的军装在凹版印刷的微缩线条下闪闪发光。这哥们当年自我的定位是什么？他不是普通的总统或领袖，他是万王之王，是光明的化身。当年的伊朗那是真有钱，石油换来的美金像海水一样涌进德黑兰。那时候巴列维国王在想什么？他在想，我有钱了，我有全世界先进的 F-14 战斗机，我有时髦的西式商场，但我总觉得差点底蕴，就像一个突然暴富的拆迁户，急着想买点名画，修个家谱，来证明自己不是土财主。于是他把目光看向了这张纸币的正中间，波斯波利斯。简单来说，波斯波利斯就是波斯帝国的紫禁城，曾经是这个星球上超豪华的权力中心。每当波斯新年，帝国境内的23个民族带着金银珠宝、骆驼公羊从印度、埃及、希腊赶来，顺着石阶爬上来，向万王之王称臣纳献。亚述使者穿着典型的长袍，留着精心修饰的长胡须，手里牵着的公羊不仅是祭祀的贡品，在古波斯文化中，公羊象征着法拉，也就是神兽的王权。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如果你仔细丈量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槽点。伊朗是一个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但巴列维国王打心眼里觉得那些太土太落后。他要做一件事，他挑过了中间这1000多年的伊斯兰历史，直接告诉老百姓，咱们别老想着念经了，咱们的老祖宗是居鲁士大帝，是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我巴列维就是居鲁士的继承人。所以你看，这张20里亚尔其实就是他的强行合影，左手是2500年前的军权神兽，右手是他自己穿着西式军装的侧脸。他在钱上告诉每一个伊朗人，跟着我，咱们就能重回伟大文明的巅峰。为了这个大梦想，国王开始了他的疯狂表演。他在德黑兰盖起了现代化的歌剧院，请当红的美国明星来开派对，甚至把伊朗军队打造成世界第5强。这时候的德黑兰被称为中东的巴黎，女孩子们拿着印着国王头像的钱，去买巴黎空运来的香水，去喝纯正的拿铁。在国王看来，只要钱给够，只要现代化跑得够快，那些古老的矛盾就会被甩在身后。当巴列维国王在纸币上和2500年前的老祖宗对话时，他其实已经听不见脚下这片土地真实的心跳声了。他把文明印在了钱上，却忘了把文明种在人的心里。他那些开着超短裙派对的朋友们，只占伊朗人口的一小部分，而剩下那些在巴扎里辛辛苦苦摆摊，看着物价飞涨，觉得传统信仰被冒犯的老百姓，他们手里攥着这张20里亚尔，心里的火却越烧越旺。波斯波利斯是波斯帝国的荣光，为了给这张纸币上的老祖宗过个2500岁的生日，巴列维国王在1971年干了一件让全球史学界和经济界都集体宕机的事。他决定在荒郊野外的沙漠里办一场豪华露营派对。你以为是我们平时去郊外扎个小帐篷吃个自热火锅？想多了。巴列维国王在波斯波利斯的废墟旁边硬生生造出了一座帐篷城，
用的可不是普通布料，而是昂贵的丝绒和防弹材料。他请了当时全世界60多个国家的领导，你想想，美国的副总统、英国亲王、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全都从大老远飞过来。离谱的是什么？是吃的。国王觉得伊朗当地的厨子拿不出手，他直接把巴黎的马克西姆餐厅给搬空了，18吨食物、5000瓶拉菲和香槟，全部由伊朗航空的专机从巴黎空运。更绝的是，为了给领导们助兴，他甚至从欧洲运来了5万只森林里的小鸟，放在沙漠的人造树林里。结果是什么？这些小鸟哪见过沙漠的阵仗啊？没过几天，全都被烤成脆皮小鸟了。那场面简直是黑色幽默到了极点。这场派对一共花了多少钱？巴列维政府说大概1亿多美金，民捐估算可能更多。那可是1971年的1亿美金啊！巴列维国王站在高台上，对着扩音器向2500年前的居鲁士大帝隔空喊话。他说：“居鲁士啊，你安息吧，因为我们现在很清醒，我们会守护波斯的荣耀。”可讽刺的是，在离会场几公里远的地方，那些真正的波斯传人，普通的伊朗村民，还在土房子里为了几口干净的水而发愁。这一段历史就是这张纸币的底色，它印着伟大的古迹，却无视普通公民的需求。当纸币上的权力开始通过这种凡尔赛的方式炫耀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好了，聊完国王的那些凡尔赛的往事，咱们把躁动的心收一收，请跟我一起做一次纸币上的深度旅行。你有没有发现，不管一个政权多么疯狂，它印出来的货币往往是非常精美的，这张20里亚尔也不例外。我们先看看这张纸币的左侧，那团像万花筒一样的圆形底纹，它可不是设计师随便画的，它是伊斯兰几何美学的巅峰。在那个古老的文化里，艺术家们不被允许画偶像，于是他们把所有的浪漫都发泄在了数学里。这些线条从一个圆心出发，不断的平移、旋转、对称，并无限的延伸出去。这在数学家眼里是严密的公式，但在信徒眼里，这是永恒的次序，是真主那永恒且不可见的美。即便巴列维国王再怎么想推行西化，这种刻在波斯人骨子里的审美，依然在纸币的底层中顽强的生长，也在社会的底层中顽强的生长。这是一种不管你怎么换政权都抹不掉的底色，但只要你把纸币翻过来，浪漫的艺术就戛然而止了。纸币的背面没有花纹，没有诗意，只有一座冷冰冰硬邦邦的大坝——阿米尔卡比尔大坝。在干旱的西亚，水就是生命，而大坝就是力量。巴列国王在这里展示了他的核心梦想，他要截断高山，把奔腾的河水变成不竭的电力。这座大坝在1961年落成时，是当时亚洲建筑史上的奇迹。国王把它印在20里亚尔上，其实是向全世界发出一个宣言：通过科技和钢铁，波斯人已经驯服了自然。你看那些整齐划一的输电线路，像不像是一排排通往未来的五线谱？这种极度的工业次序感和正面那种繁复柔软的伊斯兰花纹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正面在歌颂神灵的宇宙次序，背面却在炫耀人类的基建肌肉。当时的德黑兰市民看到大坝带来的霓虹灯火，心里可能真的相信过，只要这座大坝还在，属于巴列维的灯火就永远不会熄灭。在国王的逻辑里，这才是伊朗进入现代文明的门票。他想用这座大坝跨越历史的鸿沟，从一个骑着毛驴的农业国直接冲进开着超音速飞机的现代化工业国。正面是宗教底纹衬托着的古代浮雕，背面却是工业时代的巨强大坝。就好比一个人上半身穿着波斯丝绸做的长袍，脚下却踩着一双意大利皮鞋，手里还拎着一个现代化的工业齿轮。他觉得自己的这种很搭很时髦，但这种美学的碰撞其实也预示了文明的脱节。在这张20里亚尔印刷的70年代，很多伊朗老百姓是看不懂这种混搭的。对于巴扎里的手工业者来说，这些复杂的底纹是家乡的味道，是祖辈的信仰，但背面的现代化工业步伐意味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小作坊即将被大型工厂所吞没。时间终于来到1979年那个火红的春天。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带着满箱的故国泥土流亡海外。几周后，那个头发发白、眼神犀利的老人霍梅尼归国。大街上全是愤怒的支持者，他们撕碎巴列维的海报，推倒巴列维的铜像。但有一个问题，这些革命者可能没想过，革命能推翻政权，但革命没办法变出钱来。当时伊朗央行的保险库里
还躺着成堆的里亚尔，印着那个独裁者的头像。新政权陷入了一种荒诞的境地，他们恨这张脸，恨不得把它从所有人的记忆里挖走。但全国的经济运转不能停，没有货币，面包店不开门，加油站不加油。于是一个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画面出现了，新政权没有作废掉旧时代的那些货币，那太浪费了。他们发明了一个更狠的办法，物理覆盖。革命委员会的人拿出一枚特制的印章，沾着那种廉价油腻的黑墨水，在前国王的眼睛、额头、胸口的徽章上哐当一下盖下去。新钱就这样诞生了。当你手里攥着这张新钱去买东西的时候，国王还在那儿，但他的脸已经没有了。这不仅仅是种覆盖，这是一种视觉上的处决。那个黑色印章印得越深，越说明新政权对旧时代的恨意越重。你想想，如果你是当年的伊朗人，你拿着这张新钱去买大饼，你的手心里是会出汗的，因为当时在市场里摆摊的商人，或是某个收银的职员，他们是怎么看待这张新钱的？如果印章盖歪了，露出了国王的一只眼睛，会不会被隔壁的激进邻居举报你说心怀救主？如果你收到钱没有盖章，你会不会因为持有这种伪币而被带走？这种偏执在当时伊朗的大街小巷蔓延。这张20里亚尔从一个国家的支付凭证变成了一个人立场是否纯洁的测试纸。虽然有的小孩会偷偷拿小刀把国王脸上盖着那团黑色墨水抠掉，虽然有的老太太会小心翼翼地把墨水洗干净，他们不是在怀念国王，而是觉得钱就是钱，钱怎么能被弄脏呢？但不管怎么抠，这道痕迹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伤疤。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张20里亚尔是文明的墓志铭。它记录了那个曾经想把文明缝合起来的国王是如何被自己创造的现代性所反噬的。当他把这张纸币交给国民时，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张纸币会成为国民用来拒绝他的武器。那个黑色的印章盖住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脸，它盖住的是整个巴列维王朝37年的梦。当人们看向那团墨迹时，他终于明白旧的波斯梦终于破碎了。好了，聊到这儿，这张20里亚尔的故事就算是讲透了。如果你现在问我讲述一张废纸的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的回答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玄学。因为我们在讲述这张纸币的时候，其实是在丈量一个文明的心跳。你看巴列维国王输了吗？在政治上他输得一败涂地。他试图用这张纸币去嫁接一个伟大的梦想，他想让一个还没有学会走路的民族直接去跑马拉松。他把现代工业和古代荣光硬塞进老百姓的钱包里，却忘了关心问一句：你们跟得上吗？这种文明的脱节，就是那个黑色印章落下的真正原因。我们总觉得钱就是钱，是用来买面包、买车、买房的工具。但通过这张纸币，你会发现，货币其实是一个国家脆弱的契约。当货币上的面孔被抹去的时候，崩塌的不仅仅是巴列维的王权，还有那个国家曾经引以为傲的共识。如果你去看看现在的伊朗，去看看那些动辄后面跟了5-6个零的新里亚尔，你就会发现，当一个文明找不到自己的根，只会在极端世俗和极端传统之间来回横跳时，他手里攥着的每一张纸币其实都在不断流血。文明不是印在货币上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认同。任何跨越式的进步迟早都会被历史打码。我是杜普的武成，在这里我们用钱币丈量文明，用历史致敬未来。我们下期见。